风光明媚，海风吹拂着福建湄洲岛。这座宁静的海上小岛，在1000年前只是一座普通的渔村，然而时至今日，它却成为全球数亿妈祖信众心中的圣地。所有妈祖信仰的源头，都从这里开始。从福建沿海出发，信仰跨海而行，传入台湾，再延伸至世界各地。无论身在何处，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几乎都能看见妈祖的身影。而所有妈祖信仰的起点，都指向同一座圣地——湄洲岛、湄洲祖庙。终于踏上这边了，天下妈祖的起源啊，湄洲妈祖庙。这一集废话不多说啊，先锋介绍你祖庙，对我来雕牌啊！一入山门，左右两边迎宾千里眼、顺风耳，金金将军跟水晶将军啊，还有2位将军哦，一个是牵马的将军跟拿伞的将军啊。据说从山门爬到正殿哦，要爬323阶的阶梯啊，象征妈祖圣诞3月23啊。哦，好喘哦！从山门上来会遇上一个圣旨门哦，圣旨门是祖庙的仪门，清代所建啊。1989年啊，咱台湾大甲镇南宫捐资重建，是纪念历代皇帝啊36次包封妈祖啊，都是在这边颁布圣旨而建的，故称为圣旨门。以前古代通过此门哦，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祖庙的建筑风格哦，跟人家很不一样，仿宋代式建筑哦，在别的妈祖庙哦很难看到这种风格。第一殿。官邦名义的正殿哦，可是它又不是正殿。这故事从何说起呢？这个正殿啊，原名为朝天阁，在明永乐初年啊，西元1403年的时候建造的，正和奉旨遣官建造啊。在康熙22年，西元1683年啊，太子太保姚启圣说这边风水错误啊，有重新铸造的，把这边啊更改为正殿啊。但是信众并不领情哦，把这边称为太子太保殿，久而久之呢，就变成太子殿啦。大部分的信众嘛是把原本寝殿哦，当作是正殿啦。所以来太子殿这边参拜完啦，一定会到寝殿那边再继续参拜我们天上圣母。寝殿，信徒眼中的正殿啊，又叫做神招殿。为什么？它有一个牌匾“神招海表”，这是康熙皇帝御赐的哈，一共有3副啊，一副都是咱祖庙的寝殿这边啊，一副在厦门，一副就是我们台南4点大天后宫啊。神招殿这边啊，这一尊叫做巡天妈祖啊，福建莆田湄洲妈祖祖庙。寝殿神龛内供奉的原始金身哦，因其地位崇高啊，威灵显赫，象征着天下妈祖的根源啊，故被尊称为巡天妈祖。巡天妈祖哦，只会在元宵节跟农历9月9号妈祖飞生日这2天啊，
请出神龛，绕境湄洲岛，那个时候才有机会近距离的去参拜。搁一个特殊的是啥呢？巡天妈祖后面有一尊定点妈，它是泥塑的哦。妈祖出巡的时候啊，就会由它来倾听信众的一些心声啊。如果你不注意看，很难发现它。咱的巡天妈祖就是宋代的妈祖金身哦。那有一个更特殊的，应该很少人知道。刚刚先锋有拍到，那个是元代妈祖石像，元代呢。我们寝殿这边左右两边哦，有很多这种1:1等身的神像哦，就是历代的有功的这些功臣啊。宋元明清每个朝代各2位哈，宋代的陆允迪、李富，元代的蒲思文、宋本，明代的郑和、林尧宇，清代的姚启圣跟施琅。那再更过来，左右两边这边有比较小尊的神尊哈，应该就是妈祖的水缺仙班呐。左右两边各9尊神明。海晏宫哦，他是总管，那他以前是一个海妖，然后被妈祖收服了以后啊，就变成水缺仙班的头。那千顺将军大家很熟悉啦，嘉应嘉佑将军、黄蜂兵帅、白马将军、丁任使者、称香大圣、青衣童子、水部判官、百花仙子、凌波仙子、巡海仙官，跟东南西北4海龙王啊，总共18位。好，先锋知道这一尊的角色了，他叫做通信师，就是妈祖要呈报天庭的一些信件或者是文书，是经由他去送达。哇！这边就是请分灵的地方哎。在寝殿外面这个对联哦，也很有意思。如果不会念的人啊，七戒，它的正确念法，奇哉奇哉奇奇哉奇奇哉戒啊，招潮招潮招招潮招招潮音哦。如果是对妈祖有信仰啊，恶事不为，心存善念啊，就像戒律一样啊，那也如同潮汐一般哦，是周而复始啊，不会忘记的。咦，亮灯了。亮灯的湄洲更漂亮。哇！新的建筑群这边看起来就有323阶啊，不过新的建筑群这边啊有扶梯。湄洲祖庙啊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哦，它这里面有5行妈祖，代表金木水火土哦，所负责的项目不一样哦，带大家来看看。从新的建筑群上来啊，第一站天妃宫这边有翡翠妈祖，它代表的是火属性的妈祖啊，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翡翠妈祖神像，总高1.33米，重1.6吨啊，安封在宫门天妃宫内啊，象征光明、能量、护佑兴旺啊，它的价值约2亿的人民币啊。左右两旁超大尊的千里眼跟顺风耳。第2殿顺济殿
里面有一尊金妈祖啊，代表金属性的妈祖，它重约323斤啊，高3.23尺。这尊妈祖啊，也被称为黄金妈祖，象征财富、权威、庇佑。顺济殿的两旁四海龙王，很大尊，而且它的法相栩栩如生的。来到第3层天后殿哦，左右两边都有宫群啊，在右手边这边就是妈祖文化展览馆，里面有砗磲妈祖，由323块的砗磲组成啊，高3.23公尺啊，象征慈悲、包容、平安。湖边这边祈福殿有一尊拿着灯的妈祖啊，点光明灯的所在啊。在殿外有一个天下第一印啊，上面刻有梅州祖庙天上圣母、护国庇民、灵宝福旗。新建筑群的主殿天后殿今嘛差不多在起6点半，他们在诵经了。他们诵经的方式啊，跟台湾很不一样哦，很有他们自己当地的特色啊。这一殿是新建筑群的主殿啊，侍奉的天上圣母啊，很庄严，很华丽。左右两边的同事右边应该是福建女杰丹景沟，也就是我们的顺天圣庙啊。湖边那边是钱氏娘，据说她是一个治水专家，善尽家财在莆田县这边治水啊，功劳甚大。大殿的两边是各代护持的名臣啊。历代护持名臣，你们是不是只认识姚启圣跟施琅？卖给哦。主殿的后方还有一个灵池殿，是2022年我们大甲镇南宫捐建的。灵池2个字啊，本为原文中所赐啊，以彰显妈祖灵应慈济之意德。这一殿的妈祖她是穿着便装的一个形象，手持如意啊。两旁陪侍的2个侍女手上有红灯跟黄雀，为妈祖救海难引领航的主要象征物。福庄有一个传说相传如果遇海难的时候啊，我们呼请妈祖来拯救他会穿便装。那如果你呼请天后的话呢，它就会有妆容给自装的一个时间所以相对会有时间快慢的问题为了快速获得拯救啊，大家都是称呼妈祖。再往上面爬上来，石雕妈祖啊，就是土属性的妈祖，高14.35公尺。由365块花岗岩拼塑而成，它在园区的制高点面向台湾海峡，象征守护两岸，主要镇煞、守护、稳定根基。旧建筑群的最后一殿朝天阁原本现在的正殿以前旧名就叫朝天阁，然后被改掉了嘛。
这一个是施琅所建的啊，里面供奉红木妈祖，它就是木属性的妈祖啊，高3.23公尺啊，以整块非洲巴西花梨雕成，安奉在朝天阁内啊，象征生命力、成长、健康啊，金木水火土全部到齐啦。朝天阁的2楼有一个玉如意啊，可以来这边摸如意，祈求妈祖的赐福啊。更特殊的是在湄洲妈祖的前面有2尊神明写着鹿港天后宫。这个朝天阁1989年的时候，就是鹿港天后宫募资建造的。观音殿，众所皆知妈祖庙都会有观音殿有2个传说，一个就是妈祖曾经跟观音学到一些法门啊，第二个是林济宗那边的一个看法就是妈祖是观音的一个化身啊。观音殿的感觉跟台湾很像，两旁的同是韦陀尊者跟伽蓝尊者，佛教的2大护法神啊，两旁18罗汉，观音庙的基本配置啊。两边还有偏殿，龙边文昌帝君，虎边财帛星君嘛，都是在心爷。观音庙再下来，五帝庙就是咱台湾咧讲的5毒大帝，五帝形象各异栩栩如生啊。这殿有一个特色它没有中门，为什么呢？五毒大帝其实是瘟神。就是不希望他出这个门啦，惊瘟疫产生啊。五帝殿旁边中军殿都是咱的中军老爷妈祖的兵马、战马全部都在这边啦。哇，祖庙后面这边好像一个大型公园呢。佛殿也是祖庙重要的配殿之一清康熙年间施琅所建造的，殿内侍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两旁是他的弟子阿难尊者跟大迦叶尊者。那两旁的胁侍在龙边文殊菩萨，在虎边普贤菩萨。梳妆楼，新港奉天宫呢，妈祖的梳妆楼2楼也是有一尊湄洲妈祖。那这边特殊的是什么？在湄洲妈祖的前面有新港奉天宫新港妈的存在圣父母祠南宋始建，后历经明代重建、清代重修现存建筑为清代初期重修的原貌。祠内供奉妈祖父母神像也就是基庆公跟基庆公夫人寓意妈祖在庇佑四海万民的同时，时刻不忘父母的养育之恩，永远侍奉父母膝下。这边就是妈祖升天古迹是祖庙里面要花最多时间的地方这爱排队你去参拜，它就是一个小石坊，天下第1间妈祖庙。要来参拜这尊妈祖，无你就较早来，无你就要中午才来不然排队据说有人从晚上7点排到11点才轮到他了。很多人晚上的时候来这边跟非身处的妈祖好好的聊心事那这边不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妈祖妈祖林默娘生于北宋太祖元年，就是西元960年
据莆田县志载，林默娘4、5岁的时候啊，随父乘船去浙江海普陀山啊，看到观世音菩萨圣像后，精神受到奇异的感召，有了预知吉凶的能力啊。8岁入私塾启蒙，过目成诵，而且啊是了解其中的奥义的那种文医知识啊，宛如神童。10岁的时候啊，倾心于佛陀，那喜欢朝夕焚香诵经礼佛啊。那13岁的时候呢，有一日，一个老道长玄通来到林家化缘啊，对他说啊：“你出生以来就具有佛性啊，应该把这个慈悲的心肠啊，拿去拯救世人才对啊。”说罢就授以玄微秘法。经玄通老道士教授以后呢，妈祖就顿悟了一切佛道经典的真义啊。对于妈祖最后的传说呢，有2个说法哦。一个是他在9月9号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飞升成仙啦，那有一说就是他死于海难啦。虽然说事情已经不可考了哦，不过妈祖从宋代开始，经过4个朝代、36次的包封，从夫人到天上圣母啊，每一个朝代啊显灵不断啊，已经成为人们心中非常重要的信仰中心啊。而我只是一个凡人。我叫林默。好，应该大致上都介绍完了哈。梅州主庙天后宫花了好长的时间哦，这边的建筑群哦实在是很庞大，里面好多历史文化连结的故事与物品啊。天下妈祖出梅州，有机会来梅州岛上走一遭。感觉不错哦，介绍给你啦，下次见啦。